王婶，这就是你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，他衣领怎么这么低？我妈说只有不正经的女同志才这样穿。我不是在宿舍写论文吗？怎么会有男人？宋洛英脑海里顿时涌入大量记忆，这才悲催地发现自己穿越了，而且穿越成一本年代文里同名同姓的炮灰女配。原文中相亲对象移情别恋女主刘美玲，她咽不下这口气，一心只想找个工人跟女主一较高下，最终找了个妈宝男，连生3个女儿，被婆婆嫌弃，丈夫毒打，落得个凄凉下场，生命定格在了25岁。洛洛正经的很，她不仅长得好看，还是高中生。我妈说我是工人，不用给女方彩礼。我妈说儿媳妇要听话，不许顶嘴，不许拿东西回娘家。我妈还说要生5个儿子。你妈，什么都是你吗？你是没断奶吗？什么都要带上你吗？你是怎么说话的？我说的是大实话，像你这种妈宝、愚孝、没主见的蠢货，结婚就是祸害别人。洛洛，少说2句。王婶，你们媒婆怎么只捡好的说？就这，还优秀男，长得没我高就算了，还龅牙，眼睛也小，都快成一条缝了。你是不是对长得俊有什么误解？洛洛呀，他可是工人，是国家粮的。你知道现在的铁饭碗有多吃香吗？我是颜控，长得不好看，哪怕对方是官老爷，我也不喜欢。这傻姑娘今天是那根筋搭错了，还官老爷，这么一闹，以后谁敢娶你？就你这胸样，没人敢要的，当一辈子老姑娘吧。关你屁事。有意思。霍思潇，你不会是喜欢这种吧？有意见？没有。同志，我叫霍思潇，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对象，老家在京都，目前在秦省干事部队，今年24岁。你觉得我怎么样？这人五官俊朗，身姿挺拔，很会长吗？每一处都长在我的心尖上。不行，我得正经一点。如果我跟你妈吵架，你会帮谁？我跟家里人不住一起，一般情况是不会发生这种事，就算有，也是我的问题，是我没有调节好你们的关系。不过你放心，只要是我看上的，我家人都喜欢，不会为难你。不错，我叫宋洛英，今年18，是沙坝村的人，家里父母健在，上有3个哥哥，1个姐姐。如果现在结婚，可以随军吗？可以。霍思潇见宋洛英同意，当即让韩志远去找他那在纺织厂当主任的舅妈。你来真的？婚姻大事能开玩笑吗？我只有3天假，要尽快办好。对了，让舅妈多拿点票过来。王婶被霍思潇的神操作惊得说不出话，直到韩志远离开，他才反应过来。刚穿越就相亲遇上妈宝男，句都是他妈说。作为新时代女性，我自然不惯着他，不出意外相亲黄了。但隔壁桌的军哥哥却觉得我十分有趣。你真的看上洛洛了？我想请你保媒，可以吗？有钱赚，哪有往外推的道理？王婶笑着把宋洛英的祖宗18代都交代了。霍思潇一边听一边点菜，有烧鸡、红烧肉、酸辣鱼、西红柿蛋汤，还有一个青菜，一共花了6、7块。我的个乖，临时工1个月工资也才10多块，这一顿差不多花了一半，也太舍得了吧！老娘给你说没，连杯水都没喝到，小里小气的。妈宝男冷不防听到这句，一张脸臊得通红，只好灰溜溜离开国营饭店。你这种见异思迁的女人，倒贴给我都不会要。点这么多太费钱了，年轻人不当家不吃柴米贵，结了婚可不能这样大手大脚。婶子，快吃吧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王婶等的就是这句话，她像800年没吃过东西似的，狼吞虎咽的模样直让人咂舌。太好吃了，不愧是国营饭店，每一道菜都好吃。多吃点，你太瘦了。84、62、86，不胖不瘦，很标准。什么意思啊？3围啊，胸围、腰围、臀围。宋洛英后世来的，觉得这些没什么，但对于70年代土生土长的霍思潇来说，这个话题有些露骨了，不免俏脸一红。以后别当着其他人说这些。行，不跟其他人说，只跟你说。霍思潇的脸更红了，沉寂已久的心也跟着砰砰直跳。要命啊，对象太会聊，扛不住啊。我这媒婆是不是有点多余了？这边刚吃完，韩志远就带着舅妈刘桂凤来了。她可是实打实的颜控。丫头，你是怎么长的？这眼睛，这鼻子，这脸蛋，都快把我迷死了。舅妈，路上志远应该跟你说过是怎么回事吧？你只有3天假，所以我们得速战速决。来之前我看了卦历，明天是个好日子，可以定亲。等会我们去供销社买点东西，去你丈母娘家把这个事定下来。这速度堪比火箭啊！不过我就喜欢这种。第一次上门，礼品不能少。霍思潇买了麦乳精、香烟、大白兔糖、罐头等等，这些不仅贵，还需要票。供销社经常卖断货。王婶看到霍思潇跟不要钱似的，一下买了10多样，都快酸成柠檬精了。陆丫头眼光真他妈好，这一整就找了个优质男，不仅长得好，家境好，还舍得。有心事？没有，他只是想到了存在银行里的那100多万，那可是他父母的死亡赔偿金，所以一直舍不得用，哪想会发生这样的事。不过一想到自己会是祖国繁荣昌盛的见证者，又觉得那100多万没那么可惜了。
一不小心穿越成年代文里的炮灰女配。原文女主见人娇抢走我的相亲对象，这次见我找了个军哥哥还想使坏。洛洛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有个男人上门自称是你对象，你妈都快急死了。有没有男人找洛洛我不知道，但我是军人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谁敢插一脚就是破坏军婚，只要不怕坐牢，尽管放马过来。我没想那么多，碰上了就传个话。美娇，你在胡咧咧啥呢？你是不是嫉妒洛洛，想搅黄他的亲事？我没有。梅洛洛皮肤好，梅洛洛漂亮，心还这么毒。小姑娘，不要把别人当傻子。洛洛这个女人心思不纯，她说的话不可信。此时的宋洛英已不是原主那个铜锤脑瓜子，别人说啥信啥。就这么嫉妒我比你漂亮，就这么见不得我好？我没有，你误会我了。误会你吗？之前有人相中我，你就像发春的母猪一样跑去勾引人家，看到我相了一个更好的，是不是又想搞破坏？长着一张柔弱的脸，干的却没一件是人事。刘美娇，你最好给我老实点，否则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洛洛，我是军人，定力比普通人强，而且我也不是三心二意的人。我信你。回头部队，我把存款全给你，我们家你说了算。这个点没有牛车回村，霍思潇跑去武装部找战友借来一辆吉普车，接着又去邮局给领导打电话说要打结婚报告。你说什么？对象都没一个，打什么结婚报告？霍思潇耐着性子将遇见洛洛的事讲述了一遍。小子，之前给你介绍那么多女同志，你一个也没瞧上，还说什么要把生命献给国家，不考虑个人问题，怎么一下子又想通了？看到她就想把她娶回家。一般在1个月之内批下来，你的级别可以分房，到时给你找个好点的院子。特殊情况特殊处理，我相信你1个星期能办到。我尽量。你坐副驾驶座，又不是你定亲，你去干什么？你去帮我把手表票、收音机票弄来。怎么又是我呀？就你最闲，不是你是谁？妈呀，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坐4个轮子的车，太幸福了！现在让我去死，我都愿意。没出息。下了车，宋洛英带着几人回到家，发现一个人也没有，便让王婶去地里叫人。她招待客人，房子虽然破旧了点，但整理得很干净。逛了一圈回来的狗狗闻到熟悉的味道，嗖的一下窜过来扑向宋洛英。飞虎。此时宋洛英有些激动，因为这条狗和她前世养的那条很像。主人，是我也来了。宋洛英恨不得抱着飞虎转几圈，碍于家里有客人，又强忍下来。刚穿越就相亲晕船妈宝男，句都是他妈说，还嫌我衣领低不正经，于是我果断选择旁边桌的军哥哥。春香，你家小女婿来了，快回去。啥？小女婿不是才相看吗？王婶呵呵一笑，绘声绘色地将今天相亲的经历讲述了一遍，众人听得津津有味，都忘记干活了。你家小女婿开吉普车回来的，可神气了。什么吉普车？哎呦，我们村居然直接跳过自行车，迎来了吉普车。以后谁敢说我们村穷，我骂死他！我要去看车。老子也去，老子活了大半辈子，还没看到过吉普车呢。我也去。大家拿起农具，陆续朝村口走去。大队长前来查看他们的进度，发现地里只有零零散散几个人。其他人呢？他们都不想要公分了。铁柱家的小女婿开了辆吉普车回来，大家都去村口看车了。不是今天才相看吗？这么快就上门了？不行，我也要去看看。亲家，我们不请自来，不要见怪。没见怪。王春香第一次见到气质这么好的女同志，一下子紧张起来，说话也不利索了。春香，别看刘同志是纺织厂的主任，其实他人挺好的，不像其他领导那样瞧不起我们这些农民。霍同志只有3天假，明天是个好日子，他们想明天订婚，今天得把这个事定下来。竟然是纺织厂主任，这方圆10里8乡几千人都没有一个工人。咱家洛洛的确漂亮，但对方条件这么好，想找什么对象找不着，为啥偏偏看上洛洛？我不信大城市来的会看上我们老百姓。你们走吧，这门亲事我不同意。娘，为什么不同意？他条件是好，我也不差啊，我觉得这门亲事很好。我怕你受委屈。你有几兄弟？就我一个。我妈生我的时候伤了身体，之后一直没有怀上孩子。宋老爷是老革命，对军人有种莫名的感情。看到霍思潇的第一眼，就觉得他会是宋家的女婿。你在部队是什么级别？团长。这小伙子不得了啊，才20多岁就爬到了别人一生都爬不到的高度。这门亲事我同意了。爹，他家境太好，我们配不上。我们宋家祖上3代贫农，根正苗红，配得上任何人。他要是敢欺负洛洛，他的3个亲哥、9个堂哥、10多个侄子，不是摆设，一人一拳也能把他揍死。
宋洛英听闻此话，想起了一些剧情。书中的老爷子得知原主在婆家经常挨打，带着原主的3个哥哥冲到她婆家，把妈宝男揍了一顿，还让原主离婚。她被婆家人洗脑，不但不肯离婚，还跟老爷子大吵一架，甚至还断绝了关系。原主也太蠢了吧！那种暴力男不离婚留着过年吗？亲家爷爷，您放心，霍家的男人都是宠媳妇的。阿萧难得有喜欢的人，娶回家肯定会往死里宠。好不好？不是我们说了算，是洛洛说了算。相亲遇见军哥哥，上门提亲遭老妈拒绝，原因竟是对方太过优秀，但身为老革命的宋老爷却认定他就是宋家的女婿。老爷子，我宣誓，从今以后服从洛洛领导，加倍努力赚钱，工资上交，严守家庭纪律，苦练洗衣做饭本领，坚决孝敬岳父岳母，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背叛家庭，不叛离洛洛。好，小伙子，老头子我看好你。谢谢老爷子垂爱。这小子还是个攻心高手啊！几句话就把老爷子彻底拿下。老大媳妇，你去杀鸡，把剩下的干蘑菇一起炖了。老二媳妇，你去后院摘些蔬菜回来洗干净。娘，家里就5只，杀1只少1只，要不做点别的吃？你怎么这么抠门？人家提那么多东西上门，我们连鸡都舍不得杀，你让人家怎么想？还磨磨蹭蹭什么？滚去杀鸡！亲家母，定亲的话，我们给580块的礼金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是霍思潇来时偷偷跟他说的，这数字哪怕在京都也不少。不用这么多，我们村订婚礼金最多的也没超过150，条件差的50斤粮食就能把人带走。行，就580。宋铁柱跟宋洛英的3个哥哥还没回来，他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。他们今天干活的田地有点远，应该还没听到消息。谈完礼金，刘桂凤就要离开。他舅妈吃完饭再走，厂里还有事，下次吃也一样。见他们是真的没有时间，王春香也不再强求，于是去翻出一些山货装好拿了出来。这是老三在山里打的，不值几个钱，拿回去尝尝味道。不用，没多少，你就拿着吧。刘桂凤见状只好收下。王春香还想亲自送2人去村口，但被刘桂凤婉拒。亲家母，请留步，让洛洛送好了。我第一个乖乖，这车真新，好大，好威风，要是能坐1次就好了。这车要不少钱吧？这车指不定是借别人的呢。能借到吉普车也是本事，你去借个试试。那人顿时被大队长对得哑口无言。还站在这干啥？不想要公分了，滚去干活。等大家都走了，大队长才做贼心虚的摸着吉普车。这车真好啊，有生之年若能坐上一回也是值了。大伯，你在干啥？突如其来的声音把大队长吓了一跳，他转过身见是自家侄女跟2个陌生人，瞬间明白了什么。大伯，我叫霍思潇，是洛洛的对象，旁边这位是我舅妈。不错，真不错。明天要订婚，霍思潇还有很多事要忙，他跟宋大伯闲聊了几句，就开车走了。多活1天，多生1千蛋。现在还早，快去上工。还要上工？不上工吃什么？喝西北风吗？我去，马上去。一不小心穿越到了一本年代文里，等回到家后，惊喜的发现自己的狗子也跟着过来了。飞虎翻个跟头。主人还满意吗？飞虎还是一如既往的厉害，有你在这里，我一点也不孤单。随军也带你去。宋洛英手心突然传来阵阵剧痛，低头一看，上面多了朵桃花印记。她戳了戳，看到一个10平方大小的空间，里面除了一堆黑土，什么也没有。难道这就是室友经常说的什么空间系统？没想到我也有了一个，算了，不管了。刚来到这个世界，还没去逛逛呢。飞虎出发。不知不觉，一人一狗来到山脚下，忽然听到不远处有说话声，而且那声音像这具身体的姐姐。当初订婚的时候，你不是这样说的，你说过要对我好的，为什么要出尔反尔？宋小厮，你家兄弟多又怎样？还不都是泥腿子？不像我家虽然只有一个男的，但我小姐夫是工人，他答应过我会把我弄进厂里去。我成了工人，你一个乡巴佬哪配得上我？识相的，赶紧把婚退了。他们村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男方主动退婚，女方不用还礼金，那可是50块呀，怎么能就这么算了？必须得让女方主动退。年底就要结婚了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之前相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我是农村姑娘，那时也没见你说不行，现在却嫌弃我是农村的，你太坏了。以前我家没有工人亲戚，现在不同了。宋小厮伤心，宋洛英也会难过，他知道这是原主残留下来的感情在影响他。这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渣男不退婚还留着过年吗？六六不退婚也可以，新娘子换成洛洛。你这玩意怎么比我还狗？死渣男，就你还敢打老娘的主意，信不信老娘把你炖了？洛洛，他不会有事吧？这要真出事，他肯定会强迫洛洛嫁过去照顾他，不行，不能让他有这样的念头。是我踢坏了你的蛋，你不许污蔑洛洛，你敢乱说，我继续踢。贱人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
我才不怕你！你耍流氓在先，我正当防卫，你只要不怕被批斗，可以把这个事宣扬出去。你们给老子等着！是男人就来干一架，别只会说空话。洛洛，你变了，以前的洛洛只知道窝里横，现在竟然都知道帮自己人了。那是你的错觉，我一点也没变，跟以前一样。看来接下来的几天一定要收敛性子。是这样吗？我今天相亲了一个军人，明天定亲。相亲的不是工人吗？怎么回事？宋洛英语速极快地把相亲的事说一遍。好羡慕，不像我还要面临退婚。你这是及时止损，还没成功人就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真要跟这种人结婚，以后的生活肯定一地鸡毛。洛洛，退过婚的女人还能嫁出去吗？当然能嫁出去，真正爱你的人是不会在意这个的。宋小思眼里露出向往，这个世界上真的存在这样的男人吗？之后在飞虎的带领下，在山里采了几株草药和2株人参幼苗后，两人一狗就回家了。相亲遇上了个军哥哥，当天就带着舅妈上门订婚。更幸运的是，未来婆婆丝毫不在意我农村姑娘的身份。没骗我吧？我家那小子一直把女同志当洪水猛兽，他找对象的几率很渺茫啊。这种事哪敢骗你？你以前不是还担心他喜欢男人吗？这回不用担心了。洛洛长得可漂亮了，哎呦，你是没看到呢。他一笑，我整个心都化了。小胡子，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女儿吗？依我看，你有女儿的愿望要实现了。姑娘多大？有几兄妹？有几兄妹呀？洛洛18岁，有3个哥哥，1个姐姐，他是老幺。不过他还有9个堂哥，10多个侄子。他们家啊，人丁兴旺，跟阿萧绝配。订婚礼金给580，虽然有些多，但他好不容易看上一个女同志，多点也没事。我们霍家不缺钱，多给1000也没问题。什么还少啊？小胡子，这数字在京都也不少啊，太多亲家会有负担。你要是觉得少，可以过一套房子给他。电话信号不好，刘桂凤把这事说完就挂了。听完电话，夏兰香依旧不相信这是真的。夏医生心情不错啊，我有儿媳妇了，这是好事啊。是哪家的姑娘？农村的。什么？你们这样的家庭居然找个农村姑娘？夏兰香没有门第之见，只要是她儿子喜欢的，哪怕是个2婚女，她也得接受。农村的怎么了？我就喜欢农村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儿媳是最好的，谁敢跟我唱反调，我就跟谁急。下午医院没什么病人，夏兰香直接请假去趟百货商场。这个点都下班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难道又值班？没值班呢，去百货商场买些东西了。你是不是把百货商场都搬空了？夏兰香当没听出他的揶揄，还给他分享好消息。没骗我，那还能假？订婚礼金都交了580。这小子嘴上说着没兴趣，行动起来倒是比谁都快。夏姨，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霍哥哥说过不找对象的，肯定是他们在乱传。赵晶也是大院里长大的孩子，他比霍思潇小3岁，从小就喜欢他。霍思潇没有对象，他是一点也不急，一听说他有对象，就感觉天要塌下来一样。这是真的，我儿媳妇胆子小，你以后千万别在她面前乱说，要是把她吓跑了，你给我赔个一模一样的。赵晶哇的一声大哭，太没天理了。他喜欢的男人宁愿找个农村姑娘，也不要他这个青梅竹马。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？你哭也没用，他们马上就要结婚了。你们欺负人！我喜欢的人要结婚了，还不许我哭一下？你没经历过这样的感情，你不懂我的感受，好难受，心脏像被人割了一道口子似的，好痛。沙坝村这边，宋铁柱几人下工回来，听到宋洛英明天订婚的消息，也都是一脸震惊的看着王春香。你胆子真大，连对方家里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，也敢同意订婚？他有军人通行证，身份肯定没问题，人也大方。订婚礼金是580，老爷子很满意。这么多？是啊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家里有点钱，不是给老大娶媳妇，就是给老二娶媳妇，一年到头口袋空空。娘，我回来了。众所周知，70年代谁要是嫁个工人，那必定是全村羡慕的对象。然而我竟找了个军哥哥，而且他还有一个纺织厂主任的舅妈。洛洛，你这是去哪了？飞虎带我们去摘草药去了，还有2株人参幼苗呢。飞虎是谁？我们村什么时候有这么1号人了？他就是飞虎。嗨，他不是大黄吗？怎么叫飞虎了？娘，他改名字了，叫飞虎，这名字霸气，符合他的气质。一条狗要什么气质？飞虎就飞虎吧。老大媳妇做饭，老二等会给你二伯家送点东西过去，老三去趟你姥姥家，告诉他们洛洛明天订婚，要他们过来吃饭，把3个孩子也带回来。老二，你等下，这些是洛洛对象拿来的，给你二伯家送去。洛洛，娘这样分，你会不会觉得娘穷大方？大伯二伯一家一直很照顾我们，给他们分点是应该的，这是给奶奶的。牛奶、卖乳精罐头给你爷奶，其他的给你大伯母。2位老人很宠你，以后可要好好孝顺他们。我不仅要孝顺爷奶，还要孝顺你跟爹奶，这是给你的。孙女婿买的，买这些都要票，老百姓可搞不到这么多票。是霍思潇买的，牛奶、卖乳精罐头给你们的，其他的给大伯母。
好，替我谢谢孙女婿。宋大伯母下工回来，看到砧板上有块猪肉，欣喜如狂。娘，砧板上的肉是你买的，双抢是要吃点好的，不然身体扛不住。想得美，老娘可没本事弄到票，是洛洛对象买的。听村里的人说，洛洛找了个军人，还是京都的，长得高又俊。我没见到人。你在家竟然没看到人？还不去做饭，胡咧咧啥呢？原来宋老太由于去换衣服，导致去晚了没见到人。吃完晚饭，大家齐聚一堂，聊着白天的事。谁能想到这么好的事会降临到我们家？是啊，这十里八乡有几个嫁给镇上当工人的？我家小李去，不仅是军人，还是大城市的，舅妈更是纺织厂的主任，有亲戚在厂里，有什么消息也灵通些，说不定家里还能出个工人呢。大家听到这话，眼里纷纷露出希冀的光芒。要是能当工人就好了。听镇上的人说，纺织厂每年都会招工，但名额有限，招的人必须是职工亲属，其他人不能报名。这个事你们别想了啊。是这样啊，那我们宋家岂不是一辈子也出不了一个工人？招工不能报名，可以买工作啊！我就不信那么大的厂子没人卖工作。他虽然对当工人不感冒，架不住家里人喜欢啊，能出主意就帮着出点呗。不愧是我们家唯一的高中生，这脑子好使。大伯是十里八乡唯一的高中生，我们这些没文化的就得听有文化的。对，我们可以买工作。今天李涛找姐说，他家里有个当工人的姐夫，他身份上涨了，以后只会娶工人，不会娶泥腿子。还说我们家兄弟多，又怎样？还不都是泥腿子，都是没出息的。更可笑的是，他居然还想娶我。爷，你说这个事该怎么处理？退婚，明天就退。爹，这样不好吧？那不好了，人家都这样说了，还死皮赖脸往前凑，你的骨气呢？爹，流言蜚语害死人。就算我们抓住不放又如何？人家明摆着想要悔婚，你以为能逃过一劫？退爸，老二，你去王媒婆家一趟，要她明天把你家那边的亲事退了。少数服从多数，王春香拿出当初的订婚礼金50块交给老。什么？小子要退婚，还是明天？宋老二把李涛找宋小厮的事添油加醋说了一遍，王媒婆听得火冒三丈，还以为是个好的呢，没想到是这种人。退，必须退！行，我明天去趟李家村。次日早上，天还没亮，宋洛英就被催工的哨声吵醒了。相亲遇见个军哥哥，不仅给了580的巨额订婚礼金，更是准备了3转1响。怎么买这么多？你织的最好的，车上还有，我去搬过来。哦，对了，收音机是给爷爷奶奶的，他们在家无聊，听这个打发时间。从大房赶来的宋老太听到这句，一颗心暖暖的，再往箩筐里一看，整个人木了。给那么多礼金也就算了，还准备了3转1响。2个嫂子酸了，不过想到是自家人的，又乐了。宋二嫂是个妙人，她知道刘美娇嫉妒自家小姑子，特意跑去她家炫耀。美娇还没去上工啊，村口的吉普车看到了吧？那是我小妹夫开来的，他今天不仅带来了礼金，还送来了3转1响，那可是3转1响啊，拥有一样就能吹一辈子，更何况我家还有那么多。我家小姑子真幸福，没嫁人，有家人宠，有了对象，有婆家宠，哎，这就是命啊，羡慕不来的。那些东西又不是给你的，你得意什么劲？她是我小姑子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家里有缝纫机，我也可以用呢。滚，我家不欢迎你。你昨天是不是跑去我小妹夫那挑拨离间了？还说什么有男同志来家里找我小姑子？是李涛找他，我没乱说，也没挑拨离间。宋二嫂脸色变了变，暗骂混蛋，幸好退了婚，不然跟这种人做亲戚真的会呕死。王春香看着满屋子的彩礼，心砰砰直跳，太费钱了。都是好东西啊。爹娘爷奶，我想明天在这边办结婚酒席，后天带洛洛回部队，到那边再领结婚证、菜什么的。你们放心，不用这边准备。啥？不是才订婚吗？我时间不自由，这次归队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假期，这只是其一，其二是洛洛太优秀，我怕其他人也发现她的优秀，所以想早点把她娶回家。行，那就明天办酒席，菜的事我们准备。老爷子是宋家的掌舵人，是宋家的定海神针，他的话没人敢不从。王春香听的那个急呀，订婚吃一餐就完事，结婚可不行，不仅要抵嫁妆，还需要在娘家摆宴席。爹，没有嫁妆。可以先用小厮的，到时再给他添上去。什么？你是不是还在想那个混蛋？知道我们为什么宁愿不要那50块礼金，也要主动退婚吗？因为我们这边退婚，名声不会受太多影响。若是那边退婚，人家肯定会以为是你有问题。我没想他。那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当初要是找个当兵的，或许就不会被退婚了。他没嫉妒洛洛，就是担心以后找不着对象。一生要强的老爷子被这句话整破防了。不是你的错，不用总纠结退婚这件事。大姨子遇到麻烦了，
都是自己人。宋洛英也没隐瞒，语速极快的把宋小四退婚的事说了一遍。大姨子要是想找当兵的，我可以介绍。这个可以有，可以吗？对方会不会嫌弃我退过婚？喜欢你，不仅不会嫌弃，还会心疼你；不喜欢你，你再好也会挑刺。阿萧，那这事就交给你了。相亲遇见个军哥哥，不仅给了580的巨额订婚礼金，甚至还带了3转一响，让我瞬间成为全村讨论的对象。天啊，真的带了3转一响，那得多少钱啊？铁柱家要翻身了，生个闺女比别人好几个儿子，这生的值啊！呸，小闺女彩礼多，恨不得让全世界知道。她怎么不说她大闺女被人退婚了？说话的人叫周丽华，是刘美娇的娘，娘家跟王春香一个村，从小喜欢攀比。不是吧？没听说啊，你弄错了吧？我娘家妹子嫁到李家村，她亲口说的，怎么可能弄错？你家的人都没上门，怎么退婚？我媒婆去李家退的。听你这么说，是宋家主动退的喽？难道他们不知道退婚会影响小厮的名声吗？小厮虽然没有洛洛受宠，但宋铁柱2口子对他也不错，还读到初中呢。我们村1000多个人，有几个初中生啊？能把闺女送完初中，不可能不考虑她的名声，这里面肯定有隐情。人家攀上高枝了，看不起我们这些泥腿子呗，还真是一元得道，全部升天。你他妈的蠢货，锤子长在脑壳上，造谣不用成本啊！就你有嘴，一天到晚巴巴的，老娘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！别看王姥姥60多了，身体却很硬朗，动作也敏捷。她年轻的时候端起猎枪，打过霸占他们村的土匪，后面又加入过游击队。哪怕现在年纪大了，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也永远不会忘，所以打起周丽华来格外得心应手。啊，疯婆子，放开我！下次再听到你乱造谣，我会亲自上门问候你爹娘，问他们是怎么教小辈的。来自父母的血脉压制，吓得周丽华脖子一缩，眼里是浓浓的恐惧。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走，看你们小姑父去。这3个孩子是宋大哥跟宋二哥的，前面2个叫石头和蛋蛋，是宋大哥家的，后面的叫大炮，是宋二哥家的。霍思潇知道宋洛英有3个亲侄子，只是一直在曾姥姥家没见着。此刻看到人回来了，顺手从兜里掏出3个早已准备好的红包给他们。谢谢小姑父，谢谢小姑父。石头一接到红包，就跑去一旁打开看，是一张大团结，这是他领过最大的红包。小姑父真好，红包拿来。娘，你说过不收我们红包的，你说话不算数。这次钱太多，不能由着你，万一丢了，哭都没眼泪。娘，我给你10块，你给我5块，行不行？5块钱可不少，小孩子家的，没必要拿这么多钱。不行，最多1毛。我给你1片金子，你却只给我1块石头，太狠心了。2个小的都上缴了，就你名堂最多。别废话，快给我！你老娘我还要去做饭呢，小心把你小姑饿着。1毛就1毛。王姥姥是颜控，没来之前还想着为难一下霍思潇，看到人后顿时把这事抛到脑后，拉着霍思潇聊起了他当年跟着队伍南征北战的事。宋家人真是深藏不露，就凭这些战绩，在京都混个一官半职是没问题的。吃饭喽，吃饭喽！时间太赶，王春香也没准备啥菜，有红烧肉、水煮鱼、小鸡炖蘑菇、番茄炒鸡蛋，以及一个时令菜。吃饱喝足后，霍思潇就把宋洛英拉到一旁，嫁妆不用准备，我让战友买好了。被套、枕巾什么的，这些不占地方，可以在这边买，其他的到那边再说。好，我还要带只狗去，等会我们去运输部问问情况。我有战友在运输部。你战友混得不错啊。还可以吧，但跟我相比，还是差了那么一点。一点也不谦虚啊，不过我就喜欢这种。舅妈，我这边除了媒婆外，还有2个人订婚，女方去男方家，会有娘家人陪同，多去几个也没事。